起初没人知道我突然怪异的举动代表着什么。我开始疯狂扫货，疯狂囤货，各种生活需要的物资，像不要钱似的一车一车运到我的别墅里，却没人知道一个人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下室，活活饿死是什么感觉。重活一世，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等待他们的不会仅仅是末日里的极端高温天气。距离全球突然爆发极端高温天气还有1个月的时间。现在我手里有爷爷给我的一张无限黑卡，还有一张面额1个亿的支票。我揣好它们，首先在一个高档小区里购入一栋别墅，足足有2000平。之后我要做的当然是给别墅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改造。我先请人将别墅里的隔断全部打通，然后围着别墅内墙安装一层十分坚硬的材料，把整个别墅的内部空间包裹成一个坚硬的盒子。这种材料不仅耐热，而且连炮弹都轰不开。接着我又在别墅外墙厚厚铺满隔热材料，紧接着是改造太阳能系统。高温高热的天气下断电是迟早的事，可太阳能设备也容易被超高温炙烤损坏，所以我还在盒子里准备了很多发电机，大的小的各式各样，一应俱全。随后我来到当地最大的超市，雇了几十辆货车在外面待命。水是必须的，虽然我在别墅里也弄了个100平的游泳池，但那是我平时闲着没事，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洪水，增强体育锻炼用的。我可不想有一天逼不得已要喝那里面的水。别墅里的盒子被我分成3层，其中1层全囤了饮用水，毕竟水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只买了10个立式冰柜，10个卧室冰柜，因为我已经安装了一个套内面积1000平、足足8米高的冷库。坐在回程的车上，我盘算了一下入手的物资：500袋米面、500瓶油、盐、酱、醋等各式佐料，500头处理好的整猪，500只鸡，500只鸭。还有各种罐头、零食、饮料，要囤满我的冷库和余下的别墅空间。所需的东西还真是不少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是爷爷的声音。如烟银行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今天在超市刷了300。爷爷不是舍不得给你花钱，这些算不了什么，只是银行担心卡是不是被盗刷了。当然，这也是爷爷的意思。前世我便是在这个时候被富豪爷爷找回，认祖归宗的。只不过认祖归宗后没多久，就被生父的亲兄弟姐妹设计关进地下室。他们还在爷爷面前伪装出我已经死亡的假象，好让爷爷补偿给我的财产尽数落入他们囊中。这也是我不再轻信他人，绝不会重蹈覆辙的原因。只是爷爷是我这20年来对我最好的人。爷爷，卡是我刷的，我囤了很多东西，您知道的，我从小到大饿怕了。爷爷那头沉默许久才说，如烟，是爷爷对不起你，没能早点把你找回来。我摇摇头，爷爷看不见，他还在等我回答。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爷爷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小姑娘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装卸工人好奇地问。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不是说之前压下去的疫病又有反扑的架势吗？有备无患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提醒道，要不你们也抓紧囤些东西。那人拍拍胸脯，我们这些大老粗，身强体壮的，中不了招，不碍事。我抿了抿唇，没再多说。小姑娘，你这装修风格挺特别，整间屋子黑不溜秋的，要不是有个大落地窗，还真让人觉得压抑。有装卸工进屋后打了个哆嗦，赶紧住了嘴。我用的玻璃是微晶合金玻璃，是世界上最坚硬的材料之一，我需要采光。装卸工的话倒提醒我，要达到日后的目的，现在这样的装饰断然不够，只是时间不多了。把东西都归置好后，我叫了辆车直奔装饰城，又购入了大量物资。今日实在太累，我瘫在床上睡着了。醒来后，我先打开手机看了下天气预报，显示只有35度，但现在才清晨7点钟。我抓紧时间叫了些工人过来布置室内，他们一边忙着，一边吐槽外面的天气。这老天爷是想干什么？我来这一路汗衫都湿透了。可不是嘛，我家孩子都想跟领导请假了。我说那哪行？不上班喝西北风去，他可别指望我这老子供养他一辈子。我刷着提前下载好的剧，心里冷笑，末世即将来临，还忙着当社畜，不知道能不能等来下次发工资的时候。给工人们结工钱时，有人感叹，这天开着空调，还把温度打得这么低，这得费多少钱啊？你管这么多干什么？人家一看就不缺钱。工人们长吁短叹着，说说笑笑的离开了。以前在福利院时，我就怕热，在地下室的时候，恐怖的高温更是让我至今心有余悸。我缩在沙发上，拉过薄毯盖着。快了，没几天气温就会突破50度，到时候会有不少地方爆发火灾、洪水，甚至地震，天灾人祸层出不穷。我的手指悬在爷爷的联系方式上，爷爷还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。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，爷爷的电话却先打了过来。如烟，我是爷爷，今天的天气也太怪了。这才刚到夏天就热成这样，你那里怎么样？新别墅装修好了没？要不到爷爷这里来吧，爷爷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抓了抓头发。爷爷，您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？就您自己来。门口出现了不少人影，我操作遥控器，把重重门锁全部落上。一个保养得当的中年妇女按响了门铃。如烟，开门，我是你大姑。我当然认得她，而且记忆犹深，就是她把我骗到地下室关了起来，起初还给些食物果腹。
可高温天气来袭后，毫无准备的他们很快就把存粮消耗殆尽，任凭我苦苦哀求，他们还是把我关在地下室，活活饿死了。是饿死的还是热死的，记不清了，应该都有吧。我通过可视门铃和他们对话。爷爷，您不是答应我就自己过来吗？你这孩子新买了大别墅，也不知道请我们这些亲戚过来看看，还让我们自己跑过来。我们来了，你连门都不开。爷爷上了年纪，行动迟缓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大姑抢断了话。我想了想，也好，按下了手中的遥控按钮。爷爷被他们搀扶着走进来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愧疚。如烟，我本是想自己来的，但你姑姑伯伯不放心我不置可否。我买的这栋别墅离爷爷住的别墅，或者说离这两位姑姑伯伯住的地方只有3栋别墅的距离。没事的，爷爷，我带您和姑姑伯伯参观一下。爷爷笑着点头，好。盒子里已经不再黑漆漆的，我贴了暖色调的壁纸，还买了不少小女生喜欢的装饰。我从小就有个梦想自己能做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，如今也算从外在上实现了。你倒还挺会享受。二伯翻着白眼，看着按摩椅、落地秋千、纱帘，还有那个巨大的仓库，囤这么多吃的，像是饿死鬼投胎似的。说的没错，我就是，只不过不是投胎，是重生。参观完后，我客气的请其他人出去，现在还不能和他们撕破脸。爷爷想按我的意思留下来，可那一行人哪里肯，生怕我借机向爷爷要更多钱。毕竟爷爷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我。我望着爷爷离开的背影，生怕这就是最后一夜。想到这里，我猛地把搀扶着爷爷的大姑往外一推，留住爷爷在门内，快速关上了门。柳如烟，你在干什么？门外传来阵阵拳脚砸门的声音，还有尖利的咒骂。我不理会，对着同样满是疑问的爷爷说：爷爷，您相信我不会害您的，对吗？爷爷年迈却依旧清亮的眼睛望着我，然后用布满皱纹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。好孩子，爷爷怎么会不相信你？说完，他拄着拐杖往屋里走。也好，爷爷就在好孙女这里好好住几天。我上前几步搀扶住他。几天？这场浩劫恐怕不是几天就能结束的，甚至这场浩劫会不会结束，我都不知道。电视里突然插播一条最新新闻，据气象台报告，接下来几天全球将发布超高温预警，今日气温已高达40度。创历史同期均温新高，预计未来几日气温最高将突破50度，请大家做好防范措施。爷爷坐在电视前看着新闻，我把饭菜端到餐厅，搀扶着他过去用餐。爷爷看了我一眼，说：如烟，爷爷也是见过不少世面的人，当年还为抗战出过一份力。爷爷不是糊涂人，你告诉爷爷，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？其实在爷爷和那一行人进来的时候，我就预想过这件事瞒不了多久。可爷爷年纪大了，情绪受不了太大波动。爷爷，我跟您说过，我在福利院认识一个做科学家的朋友，您还记得吗？爷爷点点头，这是机密，那个朋友因为和我关系好，才偷偷告诉我的，让我提前防范。但这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势必会引起恐慌，所以我才没告诉任何人。爷爷了然，跟着我一起用餐，期间还问了几句那个朋友的近况。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他比我大8岁，比我先上大学后就很少回福利院了。我只听说他现在进了研究院。吃完饭，我陪爷爷在室内转了几圈，全当散步。爷爷觉得累了，便回房休息。我打开手机，联系了几个以前福利院的朋友，打听那个科学家朋友的情况，可他们也一无所知。我透过玻璃窗往外看，不少红蓝灯光照亮了天际，是消防车和救护车。环视一圈，终于在远处看到一处冒着黑烟的楼层。我远远望着消防员搭起云梯，穿着防护服闯入滚滚烈火中，不断有水浇上去，可火势丝毫没有熄灭的迹象。现在就连夜间气温都达到了38度的可怕数值，以后的火会更大，水会越来越稀少。第二天醒来，我给爷爷准备早餐，电视里放着晨间新闻，下方有一排醒目的天气预报：7号40度，8号41度，9号42度，气温在逐步升高。到了下午2点，也就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，气温赫然显示48度。我在凉爽的空调房里没什么感觉，可新闻里的画面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末日即将来临。画面中不得不冒着高温作业的人汗流浃背，汗水打湿衣衫又很快蒸发，如此循环往复。他们即便戴着帽子，脸上还是有不少被晒脱皮的痕迹，甚至延伸到被面罩遮住的地方。还有人不小心摸到户外铁栏杆时，发出嘶的一声，皮肤被烫得粘在了栏杆上。一声粥溢出来的声响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不得不专心处理早餐。看这情形，那些养尊处优的亲戚，好日子也差不多到头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大姑的电话。如烟啊，你是不是囤了不少吃的？我和你伯伯他们平时都吃新鲜空运的食物，从不留隔夜的。这不，负责空运的人突然说送不了食材了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什么服务态度？
看我不投诉他们。我耐心等着，看他继续趾高气扬的把意图说清楚。这样，你送些食物过来，记得挑新鲜的，有没有鹅肝、鱼子酱这些？对了，家里酒窖的酒也没及时补充，你家里有红酒的话，别拿那些杂牌子糊弄我。电话那头隐约传来一个年轻女生：“妈，你在给谁打电话？我只吃有机蔬菜，要保持身材，蔬菜也得是新鲜的。”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你这丫头就是挑剔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存这些东西。大姑不耐烦的说完，又捂住话筒，低声骂了句：“粗鄙的丫头！”然后声音重新清晰起来。如烟啊，记得快点送过来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笑了笑，收拾好碗筷，继续窝在沙发上刷视频、看电视。爷爷则在书房里练字画。突然，所有电器集体发出一声断电的提示音。我立刻打开太阳能供电系统，虽然积蓄了一部分电量，但启动还需要点时间。我拿出藿香正气水，敲开书房的门。爷爷戴着老花镜，已经练了好几幅书法。我叮嘱他，要是觉得热或者不舒服，就立刻喝下去。高温天对老人家太不友好了。从书房出来没多久，大姑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语气带着怒火：“喂，你在干什么？1个小时了都没把东西送过来，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等你一个。”我挠了挠头，装作苦恼的样子。我刚翻了一下，家里没有那些食材，就知道你准是弄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行了，我们也将就一下，我和你二伯、你表姐到现在还水米未进呢，你挑些好的送过来。我答应下来。行，电话那头才满意的挂断。我怎么可能真的去送？把手机扔到一旁，拿出平板继续刷剧。毕竟现在还没到他们最绝望的时候，我不能让他们的有恃无恐断得太干脆。我在地下室里承受的无助，要让他们加倍感受。看剧看累了，我伸了个懒腰，电力也刚好恢复。我去书房看爷爷的情况，却发现爷爷捂着胸口，脸色憋得发青。糟糕，爷爷犯病了！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提前备齐了爷爷的常用药。为爷爷服下药后，他的状态终于好转。我惊魂未定地伺候爷爷吃完午餐，看着他躺下休息。门板突然被剧烈拍响，这么高的温度，他们还真是豁出去了。我打开可视门铃一看，竟是一群从未见过的人。你好，是柳如烟吗？我们是你的邻居。前些天看到你用大卡车一车车运物资，能不能分我们一些？我们用双倍的钱买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是啊，给我们些水也行。不然停水了，家里没囤水的习惯，现在有钱也买不到水啊。浩劫不知会持续多久，我不是圣人，况且有了第一次，就会有无数次。我将门铃声设为静音，不予理会，回到沙发前躺下，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大姑的声音，带着虚弱和不耐烦。喂，东西怎么还没送来？我们快10个小时没吃饭了。我故作无辜，大姑，外面天这么热，我出去会中暑的。你怎么这么娇气？以前在福利院也没养出这些毛病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又尖又利。现在太阳落山了，气温降了不少，你赶紧过来。我再次应下。爷爷正躺在躺椅上看书，我走过去问爷爷晚饭想吃什么。爷爷笑呵呵地说：“我这一天天吃饱了就不动，也不饿，弄点汤喝吧。”好了，爷爷，我们今天做玉米排骨汤。好，如烟最懂我。知道爷爷爱喝什么，我进厨房忙活起来。吃饱喝足后，继续窝在沙发上。突然想起什么，我打开可视门铃。中午那些邻居已经离开了。回头看向窗外，不少人家都是漆黑一片，即便有光亮，也只是微弱的烛火。电力还没恢复，照这样下去，恐怕也恢复不了了。正欲转身，门板又被砸响，是姑姑、伯伯，还有姑姑那个一无是处的女儿。为了抢财产，明明已经成家立业，还非要黏着爷爷住在一起。我对着话筒说：“你们好呀。”门外几人脸色一沉，大姑怒道：“好什么好？让你干这么点事儿都请不动，我们自己来拿。”语气理直气壮。我说：“好啊，那你们稍等，我去准备一下。你先开门，让我们进去。外头太热了。我知道你家里有电，我们从窗户外看到灯光了。”二伯喊道：“怎么会呢？太阳落山后气温就降了呀。”我用他之前的话回敬过去，他们仍旧骂骂咧咧，不停催促我快点。关闭门铃后，我去了浴室，里面有自制的简易淋浴设施，还能放出热水。我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换了起居服，擦着头发往外走，隐约能听到门外气急败坏的叫喊声。虽然没特意安装隔音设备，但隔热棉加厚厚的防护材料，外面的声音几乎传不进来。吹干头发，我拿起手机，发现页面上多了个聊天群，群里全是对我的声讨。引起公愤并非我所愿，但我也丝毫不慌。今天才是断水断电的第一天，往后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。我点进去，将群聊设为免打扰，不经意间看到最新一条消息：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？我们又不是不给钱，把我们晾在外面好几个小时，怎么求他都不回应。我打字回复：那我把钱给你们，你们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给我吗？或者你们把钱给任何人，看有没有人愿意和你们交换。群里安静了一瞬，随即炸开了锅。我们哪里有物资？这个小区里的人哪有囤货的习惯？我接着打字：那只能怪你们平日里太安逸，缺乏未雨绸缪的意识。
我没必要为你们的疏忽买单。有人放软语气，我们都是邻里邻居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这个时候就该相互帮助了。这种话是提供帮助的人该说的，不是你们用来道德绑架的利器。我是他大姑，和他住的就隔100米，既是亲戚又是邻居，他都不肯帮我们。是啊，我是他二伯，他哄骗我家老头子，给他买了这么贵的别墅，里面还修了冷库，囤了好多东西。我是他表姐，他提前囤货，肯定早就知道要出事，却不提前告诉我们。这话一出，群里更炸了，太过分了。新闻都说水电恢复不了，食物也送不过来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没错，这就是谋杀。大家一起去找他，把食物交出来，我们或许还能原谅他。快交出来，好好求我们原谅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才失去生存资源1天，他们就彻底没了底线。我看着不断滚动的消息，有些茫然。如果一开始还有些许愧疚，现在那种情绪早已荡然无存。我打开冷柜，拿出一块牛排，照着手机里的菜谱煎好，细心摆盘，又拿出一瓶红酒。我不爱喝，只是觉得新鲜才买的。倒好红酒，点上一根蜡烛，摆在鲜花圃。精心装修过的房子，此刻氛围感拉满。烛光晚餐在这样的末日里显得格外奢侈。我摆好手机，边吃边录，录完直接发到了群里。一条条过激的消息，昭示着手机背后是一群被欲望吞噬的恶魔在乱舞。没多久，群里终于安静了下去。我收拾好餐具，回房休息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气温终于突破50度，通讯信号也被彻底切断。我发出去的1日3餐、偶尔加更的下午茶和夜宵视频，全都显示发送失败，出现一个红色小箭头。我收回目光，专心陪着爷爷，他却走过来，欲言又止。爷爷说他知道了群里的事，劝我做事留一线。我拒绝了。爷爷眼里闪过一丝失望。果然，没有人是可以全身心信赖的。爷爷是想趁我不注意，把物资送出去吧。外面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女，而我只是隔代亲，更何况还有一个和他相处了20多年的亲孙女。可爷爷即便见多识广，也比不上我心眼多。我死过一回，重新得到活下去的机会，怎么会不珍惜？爷爷打不开房门，我按下墙上的机关，弹出一个小小的窗口，把饭菜放进去，然后立刻关上。我吃着刚煮好的饺子，望着窗外，都说吃饺子象征团圆，全是骗人的。外头不少玻璃因为高温炸开，还有多处燃起火苗，火势越来越大，吞噬了不少建筑。一开始还有人来救援灭火，可随着各地缺水问题愈发严重，救援人员也早已有心无力。我面前完好的玻璃突然被泼上满满一桶油漆，泼油漆的男人嘴唇干裂，渗出的血渍比红漆还要刺眼，看他的嘴型，应当是在咒骂我。很快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，玻璃被各种颜色、各种杂物糊满。算了，不看也罢。我拉上梦幻风格的窗帘，这份好心情让我快速忘掉了刚才那令人作呕的一幕。吃完饺子，别墅外的动静依旧隐约可闻。我打开监控，看到那些人不知从哪里找来工具，正在砸外墙的隔热材料。他们有的把材料拿回自己家，有的直接踩在脚下，发疯似的想要把别墅砸出个洞。砸开了，砸开了！有人跪在地上喜极而泣。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硬？是不是柜子之类的？往旁边砸砸试试。一伙人像是打了鸡血，顺着豁口往旁边猛砸。可砸到防护层时，他们瞬间没了力气，崩溃大哭起来，血泪混杂的模样，既可怜又可恨。不过是饿了几天，就理直气壮的把所有罪责怪到我头上。这些天，他们在群里没少说我的污言蜚语。我闭了闭眼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仓库门口。外面不断有人歇斯底里的呐喊，传进来的声音却很小，就像他们日渐虚弱的生命。老天爷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柳如烟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我们知道错了，都是你姑姑伯伯挑唆的，群也是他们建的。我打开冷库，一股冷意扑面而来，里面的物资满满当当，这一周几乎没怎么消耗。别发呆，那些人只是骗你出去而已。这些天他们的恶已经被彻底激发，就算你帮了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感激你。物资盒内突然传来一道男声，通过电流传来，带着些许沙哑。考虑到断网情况，我安装的是模拟监控器，这种条件下理应没人能入侵进来。我室内室外都装了监控，爷爷身体不好，把他留在房间里，我不可能完全放心。你是谁？我问道。男生倾向，连我都不记得了。我本就站在冷库门口，只后退一步，再次关上冷库门。是陈泽，那个我在心里留了一处位置，许久未见的科研朋友。我知道，我点头。刚才只是看看我存的物资还剩多少，人性我早就看透了。我倒了杯饮料，边喝边问：你是科学家，能不能推算出这场高温会持续多久？陈泽似乎被问住了，过了会儿才说：物竞天择吧。也就是说，谁能在这场高温中活下来，谁才有资格参与人类接下来的新纪元。我看过不少末世文，对这样的答案并不意外。砸墙和咒骂声渐渐停歇，紧接着传来玻璃被反复刮擦的刺耳声响。我掀开窗帘一角，看到有人拿着菜刀在刮他们之前泼上去的杂物。期间有人不耐烦，拿着菜刀狠狠剁向玻璃，可玻璃连一丝损坏的痕迹都没有。玻璃终于被清理出一小块能映出人影的地方，是大姑。她应该很久没保养了，
脸上皱纹横生，油头垢面，像只没了壳的臭臭，再没了从前的嚣张。他跪下来，朝我一下又一下的磕头。我走近些，想听清他在求什么。如烟，求求你救救大姑吧！大姑连院子里的树皮都啃光了，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我漠然的望着他，他突然一侧身，把同样形容枯槁、曾经一心要保持身材的表姐拉了过来。这个死丫头以前总欺负你，大姑现在替你出气。她说着，发狠似的抽打自己的女儿。我脸上表情丝毫未变。她打累了，突然咬牙拿起菜刀。我下意识闭眼，在睁开时，那一小块清理干净的玻璃又被糊住，用的是表姐的鲜血。几个人上前合力抹匀血迹。大姑癫狂的脸露了出来，给我点吃的！我为了你杀了我女儿，你得给我吃的报答我。我后退一步，拉上窗帘。前世他联合其他人把我困死在地下室的记忆汹涌而来。我抱着自己缩在沙发上，电脑屏幕上继续放映着窗外的景象。大姑竟然在啃食刚才被他剁碎的血肉。自那之后，陈泽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仿佛一切只是我的错觉。往后几日，我依旧通过小窗口给爷爷送饭，无聊时就看看剧，累了就盖着毯子睡觉。有一天，睡梦中我越来越燥热，猛地睁眼，浑身像浸在热水里一般。太阳能系统终于彻底停运了。我打开手电筒，准备去启动发电机。路过爷爷房门时，心里猛地一沉，手握住门把，迟迟没有推开。我在门外小声喊：“爷爷！”里面传来爷爷细弱的声音。我推开房门：“爷爷，您怎么样？别担心，只是暂时停电，我启动发电机就好。”在手机的光亮下，爷爷迟缓地看向我。如烟，爷爷撑不下去了。爷爷不相信自己看走了眼，你这么做肯定有苦衷的，对不对？眼泪瞬间汹涌而出。对，爷爷，您不知道大姑、二伯还有表姐以前对我做过什么。爷爷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孩子，别困在过去，爷爷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爷爷，不要！我哭着呼喊，却无济于事。爷爷还是缓缓闭上了眼睛。发电机慢慢转动起来，屋内重新恢复光明。就在这时，我又听到了陈泽的声音。原来他也住在这个小区，用科研奖金买了房子。那你一定很有成就，才能拿到这么多奖金。我说，他没有否认。当初修建这栋防护河时，我没把它当成万无一失的避难所，特意留了一条隐秘通道，以备必要时逃亡。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这条通道一直延伸到小区外。陈泽通过摄像头联系我时，我把通道入口告诉了他。爷爷说过，别困在过去，所以我选择再相信这个世界一次。当然，我没那么莽撞。我把爷爷的遗体送到通道口，外面太危险，让陈泽带爷爷出去，找个地方入土为安。陈泽看上去状态良好，不像受过高温折磨的样子。他告诉我，他确实早就预测到高温会来袭，也准备了不少物资，包括发电机，只是做得十分隐蔽，没人知道。我装傻没有点破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们时常通过摄像头聊天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也联系不上他。是物资耗尽了，还是遭遇了危险？我仔细查看了所有监控画面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可就在这时，监控角落有个人影一闪而过，朝着通道入口的方向而去。那身影很像二伯。二伯和陈泽是什么关系？难道他们是一伙的？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通道入口就传来铁器敲打的声音。没用的，那处防护同样坚固，但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我要让他们永远不敢再来挑衅。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发生反应会引发爆炸。我当初为了追陈泽的脚步，学的也是化学专业。剧烈的爆炸声彻天地，敲打的声音瞬间停止。尘埃落定后，我透过监控查看，只见满身是血的陈泽和落荒而逃的二伯。陈泽靠在通道墙壁上，一下一下的写着“放我进去”，随后便昏死过去。我犹豫了很久。我和陈泽相识20年，在福利院的日子里，我因为懦弱常受欺负，每次都是陈泽护着我。他刚才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眼神，让我无法忽视。孩子，别困在过去。爷爷的话再次响起。最终，我还是打开通道，把陈泽拖了进来。他身上的伤口是刀伤，并非炸伤。我把爆炸点选在了通道旁，本就没想弄出人命，只是警示而已。所以看到陈泽伤得这么重，我才格外揪心。我拿出药箱，笨拙地帮他消毒包扎。过了1天1夜，陈泽终于醒来。他说，帮我安葬爷爷的时候，被人发现了行踪。我不免愧疚。陈泽，对不起，我只想到自己会有危险，没考虑到你和我接触多了，也会成为他们的目标。他还有些虚弱，却笑着说，没关系，你肯放我进来，就说明我的冒险是值得的，而且是我自己没留意，才被人下了黑手。原来二伯发现陈泽行为异常后，就一直蹲守他。陈泽的住处没有像我这样安装加固材料，毕竟这些材料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。二伯趁机伤了陈泽，逼问他我的下落。陈泽知道，即便通过通道，也无法进入我的防护盒。为了拖延时间，才把通道的事说了出来。随后，二伯就带着他来到通道，想用他做人质逼我开门。陈泽有些可惜地说：“我房贷还没还完呢，这下要成老赖了。”我垂下头，陈泽、二伯他们早就欠我一条命，我想讨回来。陈泽愣了愣，随即了然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在群里看到那些言论时，我总觉得你和从前不一样。在他眼里，我不再是那个软弱可欺的小女孩。
也不再是圣母心泛滥的人。我竖起了一身刺保护自己，谁知他却说这样挺好的。我做的是隐秘项目，这些年不能和外界联系，一直担心你没有自保能力，担心你过得不好。我的脸莫名发热，只好转移话题，和他商量对付二伯的计划。这几天，在我房子周围游荡的人越来越少。那场爆炸让别墅外墙的墙皮几乎坍塌，露出里面漆黑的防护盒，让那些心存侥幸的人望而却步。从陈泽口中，他之前和小区里的人还有些互通有无。我得知大姑因为食用同类感染了未知病毒去世了。二伯本来想嘲笑，却看到大姑的惨状后吐得昏天黑地，吐出的东西里